RWA 也就是 Real World Asset 现实社会资产，基本上可以算是目前加密货币里最大的一条赛道。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但不仅仅是我这么想的，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巨头玩家进场了，深耕 RWA 领域了，比如 Larry Fink 也就是黑石 BlackRock 的 CEO， 最近呢他可是 RWA 资产代币化的超级支持者。 I said these are just stepping stones towards tokenization, and I really do believe this is where we're going to be going. We have the technology to tokenize today. If you want to think about this, if you had a tokenized security and you have a tokenized identity, you, Andrew, the moment you buy or sell an instrument, it is known. It's on a general ledger that is all created together. You want to talk about issues around money laundering and all that. This eliminates all corruption by having a tokenized system. RWA 不是短期炒作，而是未来要指数级增长的一个行业。最近 RWA 赛道里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非 Ondo Finance 莫属了。这支团队在今年可是各种利好频出，消息不断，而且从市场的规模来看，现在 RWA 赛道的市场估值大概是500亿美元，非常夸张。但是再看远一点，到2030年，这个数字预计会直接暴涨50倍，达到30万亿美元。所以呢，今天重点问题来了，如果 RWA 真的爆发，牛市顶点时，想要靠 Ondo 实现财富自由，你今天到底需要囤多少的 Ondo 呢？那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用户，想要使用 Bybit 交易所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方法。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去到 Google Extension 下载 VPN， 避免新加坡 IP， 大家可以使用日本、台湾或者其他地方支持 Bybit 的地区。那 Bybit App 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下载之后呢，点击我的链接注册，或者是在 Bybit App 和网站。那点击注册之后呢，在 Bybit 的 Referral Code 这里输入23814，这样就 OK 了。那登录之后呢，你的 VPN 其实是可以直接关掉的。那登录 Bybit 之后是不需要打开 VPN， 直到你自己登出你的户口为止的。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在 Telegram 群联系我。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Ondo Finance 最近真的是火爆了，他们刚刚在纽约举办了一场 Ondo Summit， 现场的氛围直接拉满，给整个项目带来了一波利好的炸弹。比如特朗普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竟然作为神秘嘉宾出现，这波流量直接拉满了。那 Ondo Finance 到底是干嘛的呢？ Ondo Finance 主要是面向机构的 DeFi 项目，但是它并不只局限于机构投资者，零售投资者、散户也是可以参与的。不过因为合规性的要求，使用他们的产品之前必须完成 KYC。 那目前 Ondo 主要提供2款稳定币的产品，分别是 USDY 和 OUSG。 那 USDY 呢是可以赚取收益的稳定币， USDY 呢是一个有利息的稳定币，每一个月的月初 Ondo 会确定该月的收益率，利息每一天自动复利，这一点呢还是很香的。那背后呢是短期美债支撑，用户的投资会转换成美元，然后这些美元再被投入到美债市场，确保稳定收益。但是很讽刺的是，美国用户是不能用的，这也算是加密圈的常规操作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散户却被限制使用。那 OUSG 是面向机构的稳定币，那 OUSG 呢主要是为机构和合规投资者设计的，但是散户也是有机会参与的。那 OUSG 呢现在已经可以在 XRP Ledger 上使用了，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流动性。那 Ondo 和 BlackRock 旗下的 Beetle 基金合作，但是这个基金最低的投资门槛是500万美元，普通的人根本就玩不起。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小的 hack， 如果你想要通过 OUSG 投资，那最低门槛会降低50倍，仅需要10万美元。虽然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一笔巨款，但是起码比起500万美元好的太多了。那 Ondo 最大的亮点就是加密化的美债投资。Ondo 通过 USDY 和 OUSG 让非美国用户也能够轻松投资美债，并且直接赚取美元利息。这在传统金融里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非美用户在这方面一直受限，
另一个大优势是 Ondo Finance 是24小时全天候运行的。传统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受限，节假日、周末、夜晚通通都不能交易。但是 Ondo Finance 继承了加密货币市场的特性，随时随地的都能交易，无论是周末、银行假期还是深夜，这对资金流动性来说是巨大的优势。所以呢 Ondo 这个项目未来潜力非常的大，不仅是机构都在关注，越来越多的散户也开始想办法进场。那 Ondo 的最新动态呢，就是重大跟进来了。最近 Ondo 又整了一波大动作，他们刚刚在2月6号举办了 Ondo Summit， 期间呢发布了一堆重磅更新，简直就是炸裂。那下面呢我就直接给你们划个重点了。首先 Ondo 推出了 Global Markets 平台，这个平台早就提过了，但这一次呢他们正式上线了，意义重大。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接触到代币化的股票、债券和 ETF， 本质上呢就是把传统金融资产搬进了加密世界，让机构和投资者能够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式交易。但是很遗憾的呢，就是美国用户不能使用，这已经成 Ondo 的传统异能了。RWA 赛道最猛的项目，美国用户却挡在门外，这可能是合规问题导致的。那第二呢，就是 Ondo 推出了自己的 Layer 1区块链。是的，你没有看错 ，Ondo 直接上 Layer 1。Ondo 发现现有的公链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特别是 RWA 这种涉嫌合规和机构资产的场景，所以呢，他们干脆自己做了一条专门针对 RWA 资产的 Layer 1区块链。那这条链呢，是公链和许可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既保留了区块链的透明性，又符合机构的监管需求，可以安全的管理和交易代币化资产。那这个玩法相当于 Ondo 在 RWA 领域进一步夯实了自己的基本盘，机构可能会更愿意在这里跑业务。最后呢，就是特朗普儿子 Donald Trump Jr. 现身站台。那 Ondo Summit 最大的彩蛋呢，就是特朗普的儿子 Donald Trump Jr. 竟然是本次会议的神秘嘉宾，这就不得不提起最近很火的特朗普 DeFi 平台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WLFI。那他们呢直接投资了500万美元给 Ondo， 所以呢这一波合作是相当深度的。为了巩固这一层关系， Ondo 呢在峰会上官宣了和 WLFI 的战略合作，未来可能会在 RWA 领域会有更多的联动，甚至可能会影响美国的金融政策走向。那 Ondo 现在不仅有代币化资产平台、机构级稳定币，还直接整出了一条专门给 RWA 资产服务的 Layer 1区块链，再加上特朗普家族的深度绑定， RWA 这条赛道的王炸级玩家可能已经出现了。目前来看 Ondo 的发展速度远超预期，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项目，真的不要错过 RWA 这波大机会了。那现在呢，我们来聊 Ondo 的代币经济学和技术分析了。那我们先说说 Ondo 的技术面情况。那最近的支撑位大概是在 0.6 美元附近，自从去年的3月份以来就没有跌破这个位置。按照目前的走势来看，短期内也不可能会跌到这个支撑位。那主要的阻力位是在 2.14 美金，这也是它2个月前刚刚创下的历史最高价。如果 Ondo 再突破 2.14 美元，那就是进入价格探索的阶段，上方没有历史压力位，理论上呢可能会继续的冲高。那么 Ondo 的代币经济学呢还是有点特别的，我们来拆解一下。Ondo 每一年会有一次的大规模解锁，时间固定在1月18号。那这个解锁计划会持续3年。那今年的1月18号刚刚解锁了 19.4 亿个 Ondo， 按照当时的价格是大概在 27.2 亿美元。但神奇的是，解锁并没有砸盘，机构或者是大户可能锁定了大量的筹码，减少市场上的抛压。那目前 Ondo 的总供应量是100亿枚，但是流通量却只有31亿枚，流通率只有31%。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流通量比较低，意味着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的代币解锁进入市场，可能会对价格产生压力。不过如果 Ondo 在 RWA 领域持续做强做大，未来解锁的代币可能会被市场快速的吸收，甚至会成为机构抢筹的机会。这就要看 Ondo 能不能维持足够的增长势头了。那我们必须持有多少的 Ondo 才能成为百万富翁呢？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购买了 Ondo，
并在牛市巅峰时卖出，你需要多少枚的 Ondo 才能成为百万富翁呢？让我们用简单的数学来算一算。那目前 Ondo 的价格是为 1.26 美元。如果你现在想要成为百万富翁，需要的 Ondo 数量是100万除以 1.26， 等于79万3650枚个 Ondo。当前购买的成本就是100万了。这并不现实，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100万美元闲钱砸进去。但如果我们看到更合理的价格目标，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 Ondo 在牛市冲到了4美元，那么100万除以4美元就是25万枚个 Ondo。当前购买的成本就是1.26乘以25万枚的 Ondo， 也就是31万5千美元。那这个价格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太高了，但是已经比当前的价格翻了接近3倍，算是比较现实的价格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把 Ondo 的目标价设到 7.5 美元或者是10美元，如果 Ondo 的未来能够冲到 7.5 的时候呢，你只是需要13万3334枚 Ondo， 成本就是16万8千美元。那如果是10美元的话呢，你只是需要10万枚的 Ondo， 成本就是12万6千美元。那这个级别的目标已经让更多人有机会靠 Ondo 实现财富自由了。那如果你对 Ondo 是超级乐观的话呢，假如我们把 Ondo 设到20美元，如果 Ondo 在这个牛市极限冲到了20美元，那么100万除以20就是5万枚的 Ondo， 当前购入成本就是 1.26 乘以5万，也就是6万3千美元。那这个目标已经是很有希望了。如果 Ondo 真的是成为 RWA 赛道的头号选手，突破20美元也不是天方夜谭。那假设我们是在2030年超级牛市， RWA 赛道整体的市值暴涨50倍，那么 Ondo 的价格呢就是 1.26 乘以50，也就是63美金。100万除以63美金，也就是15万5873枚 Ondo。那当前购买的成本就是 1.26 乘以1万5873，也就是2万美金。换一句话说，现在花2万美金购买的 Ondo， 可能在2030年变成了100万美金。那我们从数据来看， Ondo 并不是一个短期炒作的项目，而是更适合长期布局的项目。如果 RWA 真的能够成为加密行业的支柱之一，那么 Ondo 5年到10年后可能会变成新的蓝筹资产。而且不要忘记 BlackRock 和 Larry Fink 的站台，机构资本也在进场。Ondo 未来可能会比我们想象还要更加的猛。那问题来了，你认为 Ondo 这一轮牛市能够涨到多少呢？会不会突破10美金，甚至是20美金呢？欢迎留言讨论。